凌晨2点，滨江1号的大平层落地窗外是整座城市最奢靡的夜景。我赤脚踩在微凉的大理石地砖上，身上穿着的真丝睡裙是陆振廷上周刚送的，价值抵得上普通打工人3个月的工资。手机屏幕突然亮起，银行到账短信准时弹出，尾号8976，账户入账5万点00元，余额128万7469.32元。又是5万，整整5年，月月如此，分秒不差。从我22岁大学毕业到如今27岁，我人生最美好的5年，全部耗在了这个比我大17岁的中年男人身上。陆振廷本是知名科技公司的董事长，身家亿万，沉稳内敛，儒雅克制，是外人眼中标准的成功企业家，顾家好男人。唯独我知道他有一个藏得最深无人知晓的秘密，他包养了我5年。没有名分，没有公开，没有鲜花告白，没有浪漫仪式，只有这套免费入住的江景大平层和每个月雷打不动的5万生活费。很多人听说我的生活都会暗自揣测，我一定是极尽讨好，卑微攀附，靠着年轻貌美依附权贵的菟丝花。可只有我自己清楚，这5年的关系里，卑微讨好的那个人从来都不是我。陆振廷对我的好，好的近乎病态，好的毫无底线。他从不让我上班，不让我受半点人间疾苦。我不用挤地铁，不用加班熬夜，不用看老板脸色，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。我的每一天就是逛街、看书、健身、旅行，活得松弛又安逸。他包揽了我所有的开销，衣服、包包、护肤品、医美、旅行，甚至我家人的医药费、我弟弟的学费，全部一力承担。他温和、体贴、极致包容。我发脾气任性，他耐心哄着；我熬夜贪玩，他温柔叮嘱；我偶尔低落 emo， 他放下公司琐事陪我散心。更离谱的是，5年时间，他从未强迫过我任何事。我们同居一室，睡在同一张床上，却保持着最诡异的距离。除了偶尔浅淡的拥抱，他甚至很少碰我。夜深人静，他大多时候只是安静看着我睡觉，眼神温柔的能溺死人，却始终恪守着某种奇怪的底线。5年，1800多个日夜，无一次越界。外人眼里的金主包养，在我这里变成了一场莫名其妙、极致温柔的供养。25岁之前，我懵懂无知，只觉得自己运气极好，捡到了一个温柔多金、体贴入微的完美男人。哪怕没有名分，我也心甘情愿沉溺在这份温柔里。我一度以为他是真心爱我，只是碍于世俗眼光，碍于已婚身份，不敢给我名分。没错，陆振廷有妻子。他的妻子苏婉清是出了名的名门闺秀，端庄优雅，学识渊博，出身豪门，和陆振廷是商业联姻，强强联合，是商界人人艳羡的神仙眷侣。5年里，我从未见过苏婉清，也从未被陆振廷允许出现在他的公开生活里。我像一个藏在暗夜里的影子，隐秘、卑微，不为人知。但我从不闹，从不做，从不索要名分。我懂事、安静、听话，乖乖待在这座精致的牢笼里，守着他给我的温柔和财富。我总以为只要我足够乖，足够懂事，总有一天他会彻底放下世俗顾虑，光明正大和我在一起。直到25岁之后，我渐渐察觉不对劲。这份好太完美了，完美的虚假；这份温柔太克制了，克制的诡异。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更没有不求回报的供养。一个身价亿万的中年男人，阅人无数，精明世故，怎么可能5年如一日，每月砸5万，无条件供养一个年轻女孩，不图色，不图陪伴，不图回报？这5年，我活得太安逸了，安逸得像一场精心布置的骗局。我无数次追问过他，深夜相拥，我贴着他的胸膛，轻声问：陆总，你到底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他总会低头，指尖轻轻抹撒我的长发，眼底情绪晦涩难辨，语气温柔又沉重。因为你值得，念念，好好生活，不用想太多。我叫沈念，他总是叫我念念，温柔缱绻，字字深情。可他从不解释，从不坦诚，从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我尝试过闹脾气、冷战，故意疏远他，甚至提出过分手搬出去。每一次他都极度耐心地哄我，加倍对我好，
甚至主动给我涨生活费，从最初的3万涨到4万，再到现在的5万。唯独不肯放我走，不肯告诉我真相。他像一个固执的守护者，将我圈在这座华丽的牢笼里，用金钱和温柔困住了我整整5年。久而久之，我心里的感激和爱意慢慢变成了惶恐和疑惑。我隐隐觉得我拥有的一切温柔和财富都是假的。我看似被偏爱、被呵护，实则只是一个被圈养的工具，一个被精心保留的筹码。今天，这份盘踞心底5年的疑惑，终于迎来了破土而出的机会。陆振廷下午临时出差，紧急飞往林氏开会，走得匆忙，忘了带走办公室钥匙。傍晚时分，他给我发消息，让我晚点去他公司顶楼办公室，帮他取一份落在桌上的紧急合同，明天一早需要用。我驱车抵达振廷科技大厦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8点。整栋大楼灯火稀疏，员工早已下班，只剩安保和保洁零星走动。顶楼总裁办公层更是寂静无声，安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我用钥匙轻轻打开办公室大门，熟门熟路走进去。陆振廷的办公室宽敞奢华，极简的黑白灰装修，落地玻璃窗，俯瞰整座城市夜景，处处透着清冷高端的商界格调。我径直走向宽大的总裁办公桌，视线扫过桌面，寻找他说的合同。合同没有立刻找到，一叠随意摊开的纸质文件却率先闯入我的视线。文件没有封存，没有加密，就那样大大方方摊在桌面最显眼的位置，像是刻意等着某人看见。我本无意窥探他的隐私，目光随意一扫，瞳孔却骤然一缩，浑身血液瞬间冻结。文件标题清晰刺眼，关于审念相关风险对冲及履约赔付终止说明。我的名字赫然印在最顶端。心底猛地一沉，所有的疑惑、不安、猜测在这一刻疯狂翻涌上来。鬼使神差的，我伸出手拿起了那叠文件，纸张微凉，指尖却控制不住的颤抖。我一页一页翻看，字字句句如同冰冷的尖刀，狠狠扎进我的心脏，将我5年的深情和自我感动剜得鲜血淋漓，片甲不留。看完最后一个字，我浑身僵硬，手脚冰凉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原来5年温柔供养，月月5万的宠溺，从不是偏爱，不是深情，不是暗恋，从头到尾只是一场长达5年精心算计的保险赔付。文件内容条理清晰，逻辑缜密，字字冰冷，没有一丝人情温度，完完全全是商业合同的严谨和冷漠。我颤抖着手，从头回看，终于读懂了这场困住我5年的荒唐骗局。5年前，我22岁，刚刚大学毕业，青涩单纯，一无所有。彼时的陆振廷正处于事业最凶险的阶段，他的振廷科技正在冲刺上市，资金链紧绷，对手恶意狙击，官司缠身，负面舆情不断，随时可能资金断裂，公司破产，甚至面临牢狱之灾。绝境之中，他做了一个极其冷血、极其精明的布局。他没有选择拉拢人脉、抵押资产、周旋资本，而是盯上了刚刚成年、身世干净、命格特殊的我。文件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5年前，陆振廷以个人名义为我购买了一份天价终身人身履约险，绑定了他的个人身家与公司命脉。条款内容颠覆认知，残忍到令人发指。投保周期5年。投保费用每月固定支付受益人审念5万元生活费，累计投保30万元半年，180万元年，5年总计900万元。赔付规则：5年投保期内，若投保人陆振廷遭遇破产、牢狱、重疾、意外身故等所有毁灭性风险，保单即刻生效，保险公司将全额赔付一笔超10亿的巨额保金，用于对冲所有债务，挽救公司危机，保全他的全部身家。而赔付的唯一核心条件，受益人审念必须全程保持身心健康，无重大疾病，无意外伤亡，情绪稳定，生活安逸，且5年内持续存活，状态良好。简单来说，我活着，我安稳，我健康，我无忧无虑，他就拥有一道价值10亿的保命护身符。我就是他花钱买来的活体保险，是他绝境之中为自己预留的最后一条退路，是他对冲所有商业风险的活体筹码。
5年温柔宠溺，月月5万巨款，不是情，不是爱，是保费。他从不碰我，从不逼我，从不凶我，事事迁就我，不是克制，不是温柔，是不敢。他不敢让我受半点委屈，不敢让我情绪波动，不敢让我熬夜伤身，不敢让我劳累吃苦。因为我一旦抑郁、生病、受伤、出事，这份天价保单即刻失效，他的10亿退路瞬间清零。我所有的安逸，所有的富足，所有的偏爱，从来都不是因为我值得，不是因为他爱我，仅仅因为我不能出事。我浑身发冷，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，5脏6腑都像是被冰水浸泡，凉得彻底。那些让我沉溺5年的温柔细节，此刻全部反转，变成了细思极恐的算计和阴谋。我以前总疑惑，为什么他不准我熬夜，不准我喝酒，不准我熬夜追剧，不准我独自去偏远地方旅行。我以为是男友式的宠溺关心，原来只是怕我伤身，怕我遇险，怕保单失效。我以前疑惑，为什么我随便说一句想吃城南老店的糕点，他哪怕深夜奔波也会亲自买回来？为什么我随口提一句心情不好，他立刻推掉所有应酬陪我散心？为什么我无论多任性胡闹，他永远温柔包容，毫无底线？原来不是偏爱，是维稳。他需要我5年之内情绪绝对稳定，身体绝对健康，生活绝对安逸，无忧无虑，无灾无难，稳稳当当，当好他的活体筹码。我之前偶尔闹脾气说要搬走，要离开他，他每次都极度紧张，加倍给我钱，加倍对我好，死死挽留。我以为是舍不得我，放不下我，原来只是怕我离开他的掌控范围，怕我脱离他的保护，出现任何意外毁掉他的10亿后路。最讽刺的是，文件末尾的补充条款字字诛心：5年履约期满，保单自动终止，赔付权利永久失效。投保人无需继续支付生活费，双方无任何情感及法律绑定，受益人需即刻终止同居关系，搬离指定住所，不得纠缠，不得追责，不得泄露任何相关信息。我怔怔地看着这行字，手脚僵硬，大脑轰鸣。今天就是5年期满的最后一天，2026年6月26日，整整5年，分秒不差。凌晨那笔5万的到账短信是他付给我的最后一笔保费。从今夜0点开始，我对他而言彻底失去所有价值。我不再是他价值10亿的保命保单，只是一个毫无用处、可有可无的陌生年轻女人。5年深情，5年陪伴，5年自我感动，5年沉溺温柔。从头到尾，我没有爱过一个人，我只是兢兢业业，毫无察觉地做了5年的活体保险。而他陆振廷用5年时间900万现金买下了自己5年的绝对安稳，赌赢了一场数10亿的商业豪赌。这5年，他公司稳步上市，市值暴涨，危机全部解除，身家翻倍，名利双收，家庭圆满。他赢了所有，步步高升，风生水起。唯独我耗尽5年青春，荒废所有人生节奏，脱离社会5年，与世界脱节，活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喉咙一阵发紧，酸涩和屈辱瞬间席卷全身，眼泪毫无预兆地砸落在文件纸上，晕开冰冷的墨迹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被宠爱的例外，原来只是被算计的工具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拥有隐秘的偏爱，原来只是别人风险对冲的筹码。巨大的落差和背叛感让我浑身发抖，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攥住，痛得无法呼吸。就在我心神俱震、泪眼模糊的时候，办公室门外忽然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，门锁轻微转动，咔嗒一声，大门被推开。陆振廷回来了，他提前结束出差，连夜赶回了公司。我猛地抬头，泪眼朦胧地看向门口。男人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，身姿挺拔，面容成熟俊朗，眉眼温润儒雅，依旧是我熟悉的温柔模样。只是此刻，他眼底再也没有往日的温柔缱绻，只剩下冰冷、淡漠、了然，还有一丝毫不在意的审视。他看着我手里攥着的文件，看着我泪流满面、浑身颤抖的模样，没有丝毫慌乱，没有丝毫愧疚。他甚至没有第一时间进来哄我，只是静静站在门口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语气平淡的近乎残忍。看完了，没有解释，没有掩饰，没有狡辩。
一句轻飘飘的问话，彻底打碎了我最后一丝幻想。我死死咬着嘴唇，逼自己忍住崩溃，抬头直视他，声音颤抖却异常清醒。陆振廷，5年，我只是你的保险，对吗？他沉默2秒，缓缓抬步走进办公室，关上大门，隔绝了外界所有光亮和声音。偌大的办公室瞬间密闭压抑，只剩下我们2人对峙。他站在我面前，1.8米的身高，带着常年身居高位的压迫感，褪去了5年温柔伪装，露出了商人最冰冷的底色。他淡淡开口，字字冰冷，是1个字，干脆利落，没有丝毫愧疚。我眼眶通红，死死盯着他。所以这5年的温柔、包容、宠溺，全都是假的，全是演的。他语气平静，毫无波澜。不演的真一点，怎么稳住你的情绪？怎么保证5年零差错？沈念，我花了900万，不是让你闹情绪、出意外的。轰！最后一丝侥幸彻底崩塌。我笑了，笑得眼泪疯狂掉落，笑得浑身发颤。原来那些深夜的陪伴、温柔的叮嘱、耐心的包容、无条件的迁就，全部都是精准的演技。他演了整整5年，日复一日，毫无破绽，骗过了我所有的感官，耗尽了我最好的5年青春。所以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，一丝一毫都没有。我声音沙哑，带着最后的不甘。陆振廷垂眸看向我，眼底毫无温度，语气淡漠残忍。沈念，你太年轻，太单纯。成年人的世界只谈利益，不谈感情。你对我而言，5年里是最稳妥的风险筹码。现在你没用了，没用了，3个字轻飘飘，却像一把重锤，狠狠砸碎了我5年的所有执念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温柔演了5年的男人，只觉得陌生又可怕。他继续开口，语气冷静的近乎冷酷。今天是合约最后一天，凌晨保单终止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给你打1分钱，那套房子你明天之前必须搬走。我们之间彻底两清。两清，900万买我5年青春，买我5年安稳，买我5年与世隔绝。在他眼里已然两清。我抬起通红的眼睛，死死盯着他。陆振廷，你利用我5年，骗我5年，毁掉我所有人生规划，一句两清就想一笔勾销。他微微挑眉，眼神带着一丝嘲讽和漠然。不然呢？沈念，这5年你衣食无忧，锦衣玉食，不用上班，不用吃苦，拿着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，享受了5年顶级生活。我付给你的对价，足够对得起你这5年的青春。更何况，从头到尾，我没有逼你，你自愿留下来，自愿享受一切，自愿沉溺温柔，没人强迫你。字字诛心，句句冷血。我瞬间语塞，心口剧痛，却无从辩驳。是啊，没人拿刀逼我，是我自己蠢，是我自己贪心，是我自己沉溺虚假温柔，是我自己心甘情愿跳进了他精心布置的5年骗局。我擦干脸上的眼泪，逼自己冷静下来。崩溃没用，哭闹没用，纠缠更没用。眼前这个男人是顶级商人，冷血利己，精于算计，5年布局滴水不漏，早已将一切利弊算得清清楚楚。他既然敢坦然承认，就说明他笃定我没有任何办法撼动他，伤害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翻涌的情绪，声音冷得彻底。好，我搬走。陆振廷似乎没想到我这么干脆，眼底闪过一丝意外，随即恢复淡漠。明智的选择。我抬眼冷冷看着他。陆振廷，你记住，今日你算计我5年，弃我如敝履。从今往后，我沈念绝不回头，绝不纠缠。但你也别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他嗤笑一声，语气带着居高临下的轻蔑。你能怎样？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一个脱离社会5年，一无所有，无权无势的年轻女孩。我没有人脉，没有资源，没有能力，5年金丝雀生活早已废掉我的所有棱角和本事。我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。我看着他嚣张冷漠的模样，心底缓缓升起一股极致的冷意和恨意。是啊，现在的我看似一无所有，但他忘了5年时间，我住在他的身边，听着他的所有商业布局，看着他的所有操作手段，知晓他所有隐秘软肋。他以为他拿捏了我的青春，拿捏了我的人生。
殊不知这5年我也悄无声息看透了他的所有底牌。这场游戏他以为已经结束，但于我而言，真正的翻盘才刚刚开始。离开镇庭大厦的时候，夜色深沉，晚风凛冽。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，看着车来人往、灯火璀璨的城市，第一次觉得这座我生活了5年的城市陌生又冰冷。5年锦衣玉食、温室囚笼，让我差点忘了现实世界从来都不是温柔顺遂、岁月静好。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是陆振廷精心伪装的假象，是为了维稳我情绪，保住他保单的刻意投喂。手机银行页面还停留在凌晨的到账记录，5万块，鲜红刺眼。这是最后一笔保费，也是我5年荒唐人生的终结符。回到滨江1号的大平层，推开门，满屋奢华精致，干净整洁，处处都是陆振廷精心布置的痕迹。恒温的地暖，定制的软装，进口的家电，堆满衣帽间的大牌服饰包包。这里曾是我以为的温柔港湾，如今看来只是一座镀金牢笼。我站在空旷的客厅中央，缓缓闭上眼，将5年的温柔和委屈、爱意和不甘全部压进心底。哭过、痛过、崩溃过就够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沈念不再是依附陆振廷而生、沉溺虚假温柔的菟丝花。我是被背叛、被算计、被弃如敝履的受害者，也是即将逆风翻盘的执旗者。很多人都觉得被包养5年、脱离社会5年的女孩，一旦失去金主，只会手足无措、狼狈不堪，要么迅速找下家依附，要么跌入底层，潦倒度日。陆振廷也是这么想的，他笃定我废了，笃定我离不开他的供养，笃定我软弱无能，毫无反抗之力。但他太低估我，太低估一个普通人绝境重生的韧性。这5年，我看似吃喝玩乐，无所事事，荒废光阴，实则我从未真正荒废自己。陆振廷为了让我情绪稳定、安分守己，从不限制我的学习和事业。他给我报了最贵的商学院网课、金融课程、外语研修班，任由我肆意学习提升。他以为我只是打发时间、消遣度日，从未放在心上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5年里我读完了完整的金融课程、法务课程、企业管理课程，熟练掌握了3门外语，吃透了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则，摸清了企业运营的所有逻辑。除此之外，5年朝夕相处，我耳濡目染，听遍了他所有的商业电话、谈判思路、布局规划，看清了他所有的资本运作、风险规避、灰色操作。他的成功路径，他的软肋短板，他的违规漏洞，他的资本底牌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甚至比他妻子苏婉清还要了解。苏婉清是他的事业搭档、豪门妻子，看到的是他光鲜亮丽、光明正大的商业布局。而我是藏在他暗处的枕边人，看到的是他不可告人的隐秘操作、肮脏算计、灰色底牌。这就是我蛰伏5年无人知晓的底气。陆振廷以为养了一个5年无用的花瓶，实则养了一个最了解他、最能精准拿捏他的对手。今夜之前，我念及5年温柔陪伴，心存爱意，心存不忍，从未想过算计他、报复他。今夜之后，爱意清零，温柔作废，只剩恩怨和输赢。我打开衣柜，看着满柜的高定衣裙、大牌包包、昂贵首饰，没有丝毫留恋。这些东西全是保费兑换的道具，全是虚假温柔的附属品，我一件都不带走。我只收拾了一个小小的行李箱，装了几件简单的衣物、证件和笔记本。笔记本里记录了我5年间悄悄整理的关于陆振廷所有的商业细节、隐秘操作、漏洞风险。这是我5年最大的收获，也是我逆风翻盘的唯一武器。收拾完毕，我站在镜子前，看着镜中褪去柔弱、眼底清冷锐利的自己。5年温柔囚笼磨掉了我的青涩天真，却没有磨掉我的骨气和韧性。我拿出手机，拉黑了陆振廷的所有联系方式、电话、微信、短信，一键清空，彻底斩断所有牵连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拖着行李箱，最后看了一眼这座住了5年的豪华牢笼。再见5年荒唐青春，再见虚假温柔的泡影。从今天起，我不靠任何人，只靠自己，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讨回5年被算计、被欺骗的所有公道。走出滨江1号，
夜色微凉，晚风拂面，我第一次觉得呼吸如此自由。没有依附，没有牵绊，没有自我内耗，前路荆棘密布，却也坦荡开阔。我没有选择租房定居，也没有急于找工作谋生。我很清楚，当下最要紧的事是站稳脚跟，蓄力蛰伏，精准反击。5年与世隔绝，我和社会略有脱节，贸然入局，只会自乱阵脚。我用自己5年攒下的积蓄，在市中心租了一套小户型精装公寓，安静、隐蔽、私密性强，适合蛰伏蓄力。我的积蓄不算多，只有80多万，是我5年省吃俭用，一点点攒下来的生活费。对比陆振廷的身家，微不足道，但足够我安稳蛰伏1年，足够我布局翻盘。安顿下来的第一晚，我没有失眠，没有崩溃。我坐在书桌前，打开笔记本电脑，翻开厚厚的记录册，开始逐条梳理、复盘整理。陆振廷的公司架构、资金流向、合作方名单、灰色操作、税务漏洞、股权隐患、内幕交易、违规担保，一条条、一项项清晰罗列，条理分明。5年枕边倾听，默默观察，我记录的每一条信息都是外人无法触及的核心机密，都是精准致命的软肋。我没有急着举报，没有急着撕破脸，没有急着鱼死网破。真正的翻盘从来不是一时冲动的歇斯底里，而是精准打击，一击致命，釜底抽薪。陆振廷最在乎的是什么？不是名声，不是感情，是他的公司，他的市值，他的身家，他辛苦半生打拼下来的商业帝国。他最恐惧的是什么？是股价暴跌，资金断裂，监管严查，大厦倾颓，一无所有。那我就精准对准他的软肋，步步为营，层层收割，让他亲手吞下5年，算计我的所有恶果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彻底消失在陆振廷的世界里。我没有纠缠，没有哭闹，没有索要补偿，没有对外倾诉，安静的仿佛人间蒸发。陆振廷起初或许还带着一丝警惕和试探，等着我崩溃、纠缠、求和。可半个月毫无动静，他渐渐放下戒备，彻底放松了警惕。在他眼里，我已经彻底认命，彻底妥协，彻底无力反抗，只能默默消失，自生自灭。他甚至对外恢复了完美企业家、顾家好男人的人设，频频出席商业活动，接受媒体采访，风光无限，意气风发。朋友圈里全是他和妻子苏婉清携手亮相，恩爱和睦，事业顺遂的通稿。郎才女貌，强强联合，神仙夫妻，全网艳羡。看着那些光鲜亮丽的新闻，我只觉得讽刺至极。所有人都在歌颂他的成功，他的专一，他的稳重。无人知晓，这个完美男人的背后，藏着一场长达5年的冷血算计，一场毫无人性的活体保险骗局。半个月蛰伏，我没有虚度光阴。我一边快速接轨社会，更新行业认知，补齐5年脱节的信息差，一边梳理所有证据，串联所有线索，完善所有逻辑。我不仅整理好了陆振廷的所有违规证据，更摸清了他当下的所有布局和隐患。此刻的振廷科技看似市值稳定，风光无限，实则内部隐患重重，资金链紧绷，股权结构暗藏危机，正处于新一轮融资扩张的关键节点。这个节点是他登顶的契机，也是他最脆弱、最致命的死穴。只要精准一击，就能让他全盘崩塌，满盘皆输。而我手握所有致命底牌，静静等待最佳时机。我不急于一时，我要的不是短暂的解气，是彻底的碾压，绝对的翻盘，完整的报应。我要让陆振廷亲手还给我5年青春，5年委屈，5年被算计的人生。我要让他从云端跌落泥潭，尝遍我所有的绝望和屈辱。蛰伏第20天，我等到了第一个绝佳突破口。振廷科技官宣即将开启新一轮大额定增融资，引入顶级资本机构，扩大市场布局，冲刺更高市值。这是陆振廷今年最重要的一场资本博弈，成败直接决定他未来3年的商业版图和身家体量。为了顺利完成融资，稳住资本市场信心，拉升股价，陆振廷近期频繁造势，高调亮相，全力维稳口碑。任何一点负面舆情、合规漏洞、信息瑕疵都会直接影响融资进度，引发资本恐慌，造成股价波动。
这就是我等待的最佳时机。我没有直接曝光惊天黑料，没有鱼死网破式举报，那样太过鲁莽，只会打草惊蛇，也容易被资本公关压制。我选择温水煮蛙，精准点穴，循序渐进，层层施压。我先整理了一份轻微合规瑕疵、流程漏洞、信息披露不规范的精简材料，匿名发送给了证监会、交易所和主流财经媒体。材料真实，细节精准，逻辑严谨，证据清晰，没有夸大，没有造谣，没有抹黑，全部有据可查。问题不大，不足以直接立案调查，摧毁公司，但足够暂缓融资，引发关注，制造舆情，打乱节奏。消息发出的第二天，资本市场立刻反应剧烈。振庭科技原定顺畅推进的定增融资被紧急叫停，进入合规核查阶段。公司股价开盘直接跳水，断崖式下跌，单日蒸发数亿市值。各大投资机构、合作方纷纷暂停对接，观望事态进展。网上舆情瞬间发酵，井号振庭科技合规疑云，井号陆振庭资本操作争议井号等话题快速冲上热搜。原本一片向好的企业口碑、资本信心瞬间崩塌过半。振庭科技紧急发布澄清公告，公关团队连夜运作，全力控评，维稳市场。但没用，我提交的证据精准，细节真实，无法辩驳，所有漏洞真实存在，只是以往无人察觉，无人深究。资本市场最是敏感多疑，一旦出现瑕疵，资本立刻避险离场，信心一旦崩塌，短期内根本无法重建。短短3天，振庭科技市值蒸发超10亿，融资计划全面停滞，公司内部人心惶惶，流言四起。陆振庭彻底慌了。以往沉稳淡定、运筹帷幄的他，第一次陷入巨大的危机和被动。他排查了所有合作方、竞争对手、内部员工，查遍了所有可能泄露信息的渠道，却一无所获。所有外人都没有这么精准、这么细节、这么直击要害的内部漏洞信息。终于，在危机爆发的第4天，他将怀疑的目光锁定到了消失已久的我身上。傍晚时分，我的新公寓楼下出现了那辆我无比熟悉的黑色宾利。车窗降下，露出陆振庭沉冷阴郁、布满疲惫的面容。他比半个月前憔悴了不少，眼底带着浓重的血丝，周身气场阴沉压抑，再也没有往日的从容儒雅。他找到了我。我站在公寓楼下的树荫下，晚风轻拂，神色平静，没有丝毫慌乱，没有丝毫躲闪。早该来了。这点小小的压力只是开胃小菜，只是我送给他的第一份报应。陆振庭推门下车，大步朝我走来，身形挺拔，却带着压抑的怒火和极致的压迫感。他死死盯着我，眼神冰冷锐利，语气带着压抑的暴怒。是你做的？我抬眸淡淡看向他，语气平静无波。是我。我坦然承认，没有隐瞒，没有狡辩。陆振庭眼底怒火更盛，周身气压骤降。沈念，我给你留了体面，让你安静离开，体面收场，你偏要自作聪明，恩将仇报，反噬于我。恩将仇报，我忍不住轻笑出声，眼底满是冰冷嘲讽。陆振庭，你也配说恩？你用900万买我5年青春，5年安稳，把我当成活体保险，风险筹码，算计我，欺骗我，囚禁我5年。利用完我，弃我如敝履，转头继续做你的完美老板、完美丈夫、完美企业家。我不闹不缠，安静退场，已经是给你最大的体面。现在我只是拿回我应得的公道，怎么就成了恩将仇报？我的字字句句清晰冷静，逻辑分明，狠狠戳破他伪善的面具。陆振庭脸色铁青，眼底满是戾气和不耐。我承认我算计了你5年，亏欠了你青春。但我给了你锦衣玉食，无忧生活，900万早已抵得过你所有付出。你现在回我公司，乱我布局，损我市值，太过贪心，太过恶毒。抵得过？我直视他，眼神锐利冰冷。我的5年青春，5年纯粹真心，5年被欺骗的人生，5年与世隔绝的荒芜，是你900万就能抵得过的。陆振庭，你的算盘打得太响，太自私了。他死死盯着我，语气沉冷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看着他焦躁被动、彻底失控的模样，
心底没有丝毫快意，只有一片冰冷平静。我缓缓开口，字字清晰。很简单，第一，公开承认5年骗局，向我道歉认错。第二，赔付我5年青春损失费、精神损失费，弥补我所有损失。第三，从此退出商界，放弃所有光环，承担你所有违规操作的后果。陆振廷听完，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眼底闪过极致的阴鸷和傲慢。沈念，你疯了！区区一个被我养了5年的女人，也敢提这种条件，也配拿捏我？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跟你商量，是通知你。我语气坚定，毫无退让。这只是刚开始，你不肯认错，不肯赔付，不肯收手，我就一步步毁掉你所有引以为傲的一切。你毁我5年人生，我就毁你半生基业。陆振廷脸色彻底阴沉，眼底杀意翻涌，语气冰冷威胁。你真以为你手里那点东西能扳倒我？沈念，太天真了。我能走到今天，人脉、资本、背景远超你的想象。你这点小动作，在我眼里不堪一击。你继续闹下去，只会彻底毁掉你自己。你一个一无所有、脱离社会的女孩，根本扛不住我的报复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立刻停手，销毁所有证据，从此闭嘴消失。我可以给你一笔补偿金，让你衣食无忧过完一生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威胁，赤裸裸的威胁。他依旧高高在上，依旧觉得可以用金钱和权力随意拿捏我，摆平我。我看着他傲慢自负的模样，心底最后一丝微弱的不忍彻底消失。我轻轻抬眼，语气淡漠，却带着绝对的笃定。陆振廷，你可以试试，到底是谁承担不起后果？今天我能叫停你的融资，砸掉你的市值，明天我就能让你公司退市，负债累累，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你人脉广，资本厚，背景硬，没错，但你所有的软肋，所有的漏洞，所有的灰色操作，所有见不得光的秘密，全部握在我手里。你能压得住一次舆情，一次核查，压不住所有证据，所有真相。陆振廷眼底戾气暴涨，死死盯着我，沉默良久，语气阴冷。你非要鱼死网破？是你先选择无情无义，算计到底的。我寸步不让。从我看到那份保单文件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只剩输赢和恩怨，再无半分情分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阴沉的脸色，转身就走。身后陆振廷的声音冰冷传来，带着极致的狠厉。沈念，你会后悔的。我脚步未停，背影挺拔，声音清冷回荡，后悔的人只会是你。我清楚知道，这场博弈才刚刚开始。陆振廷不会轻易妥协，不会低头认错，他一定会动用所有资源反扑、打压，试图摆平我。接下来等待我的会是资本的施压、人脉的围剿、舆论的抹黑、无尽的纠缠。前路凶险，步步荆棘，但我毫无畏惧。5年蛰伏，5年隐忍，5年看透人心，5年摸清底牌，我早已不是那个柔弱天真、人人拿捏的小姑娘。我手握绝对底牌，占据绝对法理和道德高地，手握正义和真相。邪不压正，虚不胜实。这场博弈我必胜。和陆振廷对峙结束的当晚，风波如期而至。我彻底见识到了顶级资本大佬的手腕和狠力。深夜，各大社交平台、自媒体账号突然同步涌现出大批量抹黑我的通稿。井号年轻女子拜金傍大款，井号5年金丝雀反噬金主，井号贪心女主勒索企业家，井号沈念恶毒拜金井号等词条迅速刷屏。通稿内容精心编撰，颠倒黑白，将我塑造成一个极度拜金、贪图富贵、忘恩负义、勒索金主、蛇蝎心肠的年轻女人。文案字字诛心，刻意放大我5年被供养的经历，抹去所有骗局和算计，将陆振廷塑造成仁慈大度、慷慨助人、被忘恩负义伤害的慈善企业家。水军大批量带节奏控评、谩骂，全网舆论瞬间反转。无数不明真相的网友跟风嘲讽、辱骂、诋毁我，说我贪心不足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不知好歹，恶毒反噬。与此同时，我接到了无数陌生电话、
骚扰短信，有人威胁我立刻停手，滚出这座城市，有人假意规劝，试探我的底牌，有人试图诱导我犯错，留下把柄。陆振廷动用了他所有的公关资源、人脉网络，全方位对我进行舆论围剿、人身施压、名誉抹黑。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彻底毁掉我的名声，孤立我的处境，击溃我的心理防线，逼我妥协认输，乖乖停手。不仅如此，我很快发现我的租房信息、出行轨迹、联系方式全部被人扒出，隐私彻底暴露。甚至有不明人员频繁在我公寓楼下徘徊、蹲守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，试图施压恐吓，手段卑劣，极尽打压。若是换作普通女孩，面对全网网暴、名誉尽毁、人身威胁、全方位施压，早已崩溃恐惧、慌乱认输、妥协求饶。但我早有预判，早有防备，早有心理准备。从决定反击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清楚这场博弈必然凶险，必然惨烈，必然伴随着无尽的打压和抹黑。我没有慌乱，没有崩溃，没有自乱阵脚。面对漫天黑料和舆论围剿，我不辩解，不吵架，不跟风兑现，不情绪失控。我只是默默截图，留存证据，固定所有抹黑通稿、水军言论、威胁记录。所有的舆论暴力、恶意抹黑、非法骚扰、隐私窥探，全部成为我后续反击的重磅证据。陆振廷以为可以用资本碾压舆论，用人脉逼我低头。殊不知，他每多一分打压，多一分卑劣手段，就多一分破绽，多一分罪责，多一分败局。我冷静处理完所有负面舆情证据，随即启动第二步反击。第一步是轻微合规漏洞，打乱他的融资节奏，动摇资本信心。第二步，我直接放出实质性违规、涉嫌利益输送、关联交易、虚假财报的核心证据。证据链完整，逻辑闭环，细节详实，无可辩驳。我绕过普通自媒体，绕过容易被公关压制的普通渠道，直接实名投递至证监会、经侦大队、金融监管总局、权威财经官媒。实名投递，有据可查，全程留痕，无法撤销，无法公关，无法压制。重磅证据一出，平地惊雷。此前的轻微合规瑕疵只是小打小闹，这次的实质性违规直接触及资本市场红线、企业上市底线、金融监管核心规则。当天下午，监管部门正式介入，对振廷科技启动立案调查。官方公告准时发布，措辞严厉，态度严肃，瞬间击碎所有公关洗白，舆论维稳。振廷科技股价瞬间暴跌，直接跌停封板，市值单日蒸发20亿，后续持续暴跌，一路走低。原本停滞的融资计划彻底宣告泡汤，所有合作资本全面撤离，终止对接。银行收紧授信，暂停贷款，排查风险，合作企业纷纷解约，观望切割。公司内部大规模动荡，股东恐慌，高管内讧，员工离职，人心溃散。短短3天时间，振廷科技从风光无限、稳步扩张的优质上市企业，沦为涉嫌违规、被立案调查的风险企业，濒临危机，摇摇欲坠。陆振廷半生打拼的商业帝国，瞬间风雨飘摇，岌岌可危。全网舆论彻底反转。此前跟风抹黑我的网友、水军、自媒体瞬间晋升闭麦，纷纷删帖。井号振廷科技涉嫌违规被立案调查，井号陆振廷商业操作翻车井号等官方热搜迅速登顶，爆榜刷屏。所有人终于反应过来，事情根本不是拜金反噬那么简单。这个看似恶毒贪心的女孩，手握实锤证据，实名举报顶级企业家违规操作，敢于对抗资本强权。舆论风向彻底逆转，全网开始纷纷深挖真相，质疑陆振廷，同情我的遭遇。就在全网热议、舆论发酵最猛的时候，我放出了第3重重磅炸弹。我没有直接公开5年活体保险的惊天骗局，这个底牌太过致命，我要留到最后，一击封喉，彻底绝杀。我选择先放出陆振廷婚内出轨、长期隐瞒、虚假人设营销的实锤证据。5年同居轨迹、生活照片、出行记录、消费流水、同居住址证据，一条条、一件件清晰完整，无法抵赖。
证据真实，细节饱满，时间线完整，彻底撕碎陆振廷完美丈夫、专一深情、顾家绅士的虚假人设，全网彻底炸裂。所有人都不敢相信，这个常年营销夫妻恩爱、专一顾家、零绯闻的顶级企业家，竟然隐秘同居养人5年，欺瞒大众，营销人设，虚伪至极。商界口碑、公众形象、个人信誉彻底崩塌，一文不值。而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他的妻子苏婉清。苏婉清出身豪门，聪慧通透，骄傲强势，一生体面，从未受过如此羞辱和欺骗。他和陆振廷商业联姻，携手多年，并肩打拼，共创家业，以为是强强联合，彼此信任，稳固共生。他可以接受商业博弈的风险，可以接受事业的起伏，可以接受商场的残酷，唯独无法接受5年被蒙在鼓里，被彻底欺骗，被当众打脸，尊严尽毁。5年时间，丈夫身边藏着另一个女人，隐秘同居，长期供养，她全然不知，一无所知。这份羞辱比商业失败、身家受损更让她无法容忍。苏婉清彻底震怒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场官宣解除婚姻关系，切割所有资产，退出企业管理，追责到底，绝不姑息。豪门离婚，夫妻反目，合伙人决裂，多重重磅暴击叠加。陆振廷彻底众叛亲离，内外交困，腹背受敌。内无高管股东信任，外无资本合作支撑，家中无伴侣帮扶，全网无立足口碑。短短1周时间，风光半生的资本大佬彻底跌落云端，陷入绝境。绝境之下，陆振廷彻底慌了，彻底乱了，彻底无力反扑了。他不再动用资本打压，不再舆论抹黑，不再威胁恐吓。他放下所有傲慢，所有身段，所有尊严，疯狂联系我，拼命求和道歉，苦苦哀求原谅。无数个电话，无数条信息，卑微求和，诚恳道歉，承诺补偿，保证退让。从高高在上，轻蔑俯视，到卑微讨好，低头求饶。短短1周，天翻地覆，身份逆转，局势互换。看着他卑微求和的消息，我心底毫无波澜，没有快意，没有同情，没有心软。所有的绝境和狼狈都是他亲手造成，亲手换来的。5年他算计我，欺骗我，囚禁我，利用我的时候，从未有过半分手软，半分怜悯。如今的所有苦难和崩塌，都是他应得的报应。我没有接他的电话，没有回他的信息，没有接受他的道歉和补偿。我要的从来不是他的道歉，不是他的钱财补偿。我要的是绝对公平，彻底清算，完整闭环，善恶有报。就在陆振廷濒临绝境，全网热议不休，所有人都以为这场博弈即将以我的完胜落幕时，一场终极反转骤然降临，颠覆所有人认知。我蛰伏多日，步步为营，层层碾压，看似掌控全局，稳操胜券。可当我继续深挖所有证据，复盘5年所有细节，核对保单合同全部条款时，一个被我彻底忽略、隐藏至深、无人察觉的致命细节轰然浮出水面。再次翻看那份改变我5年人生的保单文件，我逐字逐句反复核对，逐条推敲。终于，我看到了最后一页最底端极小字体，几乎无人注意的附加隐秘条款。条款字数不多，却字字千钧，颠覆全局，逆转所有真相。补充隐秘条款：本次履约险，投保人为陆振廷，终极受益人为沈念。5年履约期满，若投保人全程无违约、无风险触发，保单自动结算，保险公司将一次性赔付受益人沈念2000万元整，作为最终履约奖励，归属受益人，个人独有，不可追偿，不可分割，无需退还。2000万元，我的大脑瞬间轰鸣作响，浑身僵硬，气血翻涌，彻底愣住。我一直以为5年月5万是他付给我的保费，是他利用我的成本，是他冷血算计的投入。我一直以为5年期满，我彻底失去价值，一无所有，被弃如敝履。我一直以为他全程获利，全程掌控，全程赢家，我全程被利用，被牺牲，被亏欠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份看似冷血无情、极致算计的活体保险，最终的终极受益人，从头到尾都是我。我瞬间疯了一样，翻出所有合同细则，
所有补充文件，所有5年履约记录，疯狂复盘，疯狂核对。真相如同潮水，汹涌袭来，彻底颠覆我5年的所有认知，所有怨恨，所有判断。这场长达5年的布局，根本不是我以为的陆振廷利用我对冲风险，保全自身的自私骗局。恰恰相反，这是一场他倾尽所有，赌上半生身家，隐秘守护我，倾尽余生财力，为我铺好后路，保全我一生安稳的极致深情。5年前，22岁的我刚刚大学毕业，父母重病，弟弟上学，家境贫寒，一无所有，身陷绝境，人生彻底走投无路。彼时的我稚嫩单纯，毫无能力面对巨额债务，家庭重担，生活重压，随时可能被现实压垮，坠入深渊。而5年前的陆振廷，事业初成，危机四伏，前路未知，自身难保，公司濒临破产，负债累累，官司缠身。他深爱我多年，从年少时默默暗恋，默默守护，看着我深陷困境，走投无路，却无力立刻拯救我，给我明目张胆的安稳和未来。他有婚姻束缚，有世俗枷锁，有事业危机，有身不由己。他不能光明正大娶我，不能公开照顾我，不能直白赠予我巨款，不能明目张胆帮我渡过难关。一旦他公开帮我，直白赠予，以他当时的处境，不仅无法护住我，反而会连累我，拖累我，让我卷入他的商业危机、婚姻纠纷、世俗非议之中，让我处境更难，人生更苦。更重要的是，彼时的我年轻气盛，自尊心极强，倔强独立，绝不接受别人的无偿施舍和同情帮扶。如果他直白告诉我，直白资助我，我一定会拒绝，一定会逃离，绝不依附，绝不接受怜悯。所以他费尽心思，极致谋划，想出了这样一场瞒天过海、隐忍深情、无人知晓的极致布局。他顶着巨大的商业风险、资金压力、世俗非议，以投保、风险对冲为外壳，伪装成冷血算计、利益交换的金主包养。对外，对所有人，甚至对我自己，他都伪装得无比冷漠、无比功利、无比算计，让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花钱买筹码、买安稳、买风险对冲，让我以为我们之间只是金钱交易、利益捆绑、无情算计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场看似冷血的交易，从头到尾全是深情，全是守护，全是隐忍，全是牺牲。所谓的活体保险、风险对冲，是他给自己套的枷锁，是他逼自己稳住事业、逼自己绝境翻盘的动力。条款里所有沈念须身心健康、情绪稳定、安然存活的要求，不是为了保住他的保单，是为了保住我、治愈我、稳住我、护我周全。5年前的我，家庭变故，压力巨大，抑郁焦虑，濒临崩溃，险些患上重度抑郁，人生彻底陷入黑暗。他不敢让我背负压力，不敢让我直面苦难，不敢让我情绪崩溃。所以他用这种最体面、最隐蔽、最不让我有心理负担的方式，将我护在羽翼之下。他替我扛下所有风雨，所有苦难，所有世俗压力，所有生活重担。他不让我吃苦，替我抹平原生家庭的所有困顿，扛下父母医药费、弟弟学费的所有重压，让我不用被柴米油盐、债务生计裹挟，不让我受累，包揽我生活里所有琐碎繁杂，从不用我操心居家琐事、人情往来，让我始终活得松弛干净，不让我焦虑，小心翼翼呵护我的情绪，包容我的所有任性与敏感，悄悄治愈我年少困顿留下的自卑与阴郁，隔绝所有世俗的恶意与风雨。整整5年，他用这场看似冰冷的利益交易，为我筑起一座密不透风的温柔堡垒。他刻意扮演着唯利是图的金主，甘愿承受我的误解、我的怨恨、我的疏离，独自扛下所有的算计骂名与舆论风险，只为让我心安理得地卸下所有重担，不用被原生家庭的泥潭困住，不用被生活的搓磨压垮，不用在世俗的非议和苦难里苦苦挣扎。他极致克制，步步周全，用5年隐忍的伪装，悄悄治愈了我所有的自卑与破碎，稳稳拖住了我濒临崩塌的人生，只为等我彻底走出阴霾，安稳蜕变，再将这份藏了5年的深情和千万巨款的底气一并送到我面前。